要休假。俺们搁这帮财神500年了，一次假都没休过。你瞅瞅，给白虎累的都站不起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嘞！今儿个给10个凡间企业送财运，还顺道给8个天选之子圆了心愿。唉，累得俺都要喘不过气儿了。今朝又加派了30个企业的财运指标，还有12个投胎 VIP 客户急捞拉亨要改命盘。唉，这活儿干得无穷无尽啊！就是，搞得我连搓麻将的时间都没得了，天天加班，3缺1都喊不拢人，你说气人不嘛？可是这财神之位关乎3界安定，你们休息了，这我哋只係休個責，又唔係不幹啦，求你啦嘛。罢了罢了，人间沈氏集团的姑娘与你们有缘，你们就去人间历练历练再回来，就当休假了吧。妥了妥了，麻溜撤，小心他反悔。沈听兰，把你妈给你的100万陪嫁给我拿出来！我表妹林若雪的爸爸在老家欠了钱，急需这笔钱还债。景深，结婚3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远房表妹？你一个只会在家吃干饭的黄脸婆知道什么？我们只要帮她这一次，等她有钱了连本带利还你就是。可那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少废话！不就是舍不得你的钱吗？你有没有一点同情心？若雪家里都火烧眉毛了。景深哥，要不算了吧，嫂子不想给我花钱，我也可以理解。要不我再去求求那些催债的人，你和嫂子别为了我吵架。沈听兰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你看若雪多懂事，再看看你。顾景深，结婚3年了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为谁急成这副模样。老妹儿，你可别心软，这哪是啥表妹呀？什么声音？谁在说话？你少在这装疯卖傻，赶紧把卡给我！老妹儿，是我呀，你金哥。这老娘们纯是个损玩意儿，你可别被她那几滴眼泪弹子糊弄了。顾景深，她真是你表妹？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顾景深，把卡留下，那是我的钱，你不能拿走。老妹儿，咱不值当为这瘪犊子伤心啊！还有哥呢，哥陪你，带你赚大钱。金宝，刚才是你在说话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老妹儿，你没做梦，真是哥跟你说话呢。哥是天上金麒麟下凡，专门特意来照顾你的。虽然外表是金毛，但真身那可是正儿八经的神兽。那个林若雪，他就是那瘪犊子养在外头3个月的相好。是不是我太难过，出现幻觉了？那知不知道顾景深现在在哪？狗怎么会说话？老妹儿，不是幻觉，我就是金麒麟转世，专门下凡来保护你的。我开了天眼，能感应到你身边那些脏心眼子。那个林若雪，她就是那瘪犊子养在外头3个月的相好。那知不知道顾景深现在在哪儿？他和林若雪就在帝豪酒店2808房，正搁那儿数你卡里的钱呢。那老娘们儿笑得跟朵喇叭花似的，还说把钱骗到手，以后你就只能任他们拿捏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景深哥，那个沈听兰也太好欺负了，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。你当初怎么会娶这种黄脸婆？你不是说你看不上这种女人吗？还不是因为他爹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谁知道刚结婚他爹就死了，沈氏集团也破产了。一个没爹没势的黄脸婆，我要她还有什么用？要不是图她那点陪嫁，我早把她踹了。老妹儿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他俩是一伙的。那个林若雪跟他在一块3月了，从你眼皮子底下拿走的钱都够买辆车的了。他们合计好，先掏空你的钱，再把你扫地出门。结婚3年，我为他放弃了一切，他居然帮着小三抢我的钱。我妈说的对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他。老妹儿，咱不哭，眼泪弹子最没用了，有你金哥在，指定带你赚大钱。到时候让那狗男人跪着爬过来求你，咱让他连你裤腿都摸不着。
我很开心你能陪着我，可是你怎么帮我？你只是一只金毛狗啊！我虽然是只金毛，但我有金麒麟的能耐，我能感知天下所有宝贝疙瘩的气息。我鼻子一过，哪个是真货，哪个是假玩意儿，门儿清，比那些鉴定仪好使多了，贼尿性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老妹儿，明天你带我去城郊那个旧货市场，那儿有一件被埋没的宝贝，所有人都当破烂堆着呢。旧货市场？那种地方能有什么宝贝？而且我什么都不懂。老妹儿，你信哥？那玩意儿所有人都当破烂，800块就能拿下，转手最少卖30万，哥不骗你。好，我信你。老妹儿往左拐，再往前走2步，我都闻着宝贝味儿了，就在跟前儿。随便看啊，都是老物件，便宜卖了。就是他，那个沉香木章，你别看他灰头土脸的，底下还有钻字呢。老妹儿，快拿起来瞅瞅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那个乡下收来的老木料，也不知道雕的是个啥玩意儿。你想要就800块拿走吧。金宝，你确定吗？这看起来就是块黑木头，连800块都不值吧？老妹儿，你信哥？这是清代正宗的老沉香，底下刻的还是名家闲章，最少值30万，赶紧拿下！过了这村没这店了。磨磨唧唧的，你买不买？不买就放下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我这还等着收摊喝酒去呢。好，我要了。带只狗来捡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那狗是能带来财运的金麒麟呢。800块买个木头疙瘩，纯纯一个冤大头。这位女士，方便问一下，您这印章是从哪儿得来的吗？旧货市场淘来的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沉香木闲章，您看这天然油脂纹路，这沉稳醇厚的香气，还有这刀法流畅、笔意古朴的篆书印文，绝非现代仿品。这印文是云水一闲人，这种气韵是清代浙派篆刻大家的风格。再看看这料子，沉水级的奇楠沉香，油脂饱满，香味清雅绵长，好东西，正经好东西啊！那它值多少钱？我出28万，您要是愿意，现在就可以成交。这印章跟我有缘，我一眼就相中了。您要是嫌少，30万也行。这东西我真的喜欢，价钱咱们好商量。不是嫌少，就28万，成交。金宝，你可真是我的活财神！28万到账了，金宝，我怎么感觉像在做梦？老妹儿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哥跟你说，咱明天干票更大的。更大的？还有比沉香印章更值钱的？城南古玩城有个不开眼的店主，把乾隆年间的珐琅彩花卉纹碗当破瓷碗摆着，标价300块。咱明天赶早拿下，转手最少卖200万。300块，200万。金宝，你没闻错吧？哥这鼻子你还不信？那碗就在他店里右边第3个架子上，跟一堆破烂堆一块。那店主是个势利眼儿，有眼不识金镶玉。珐琅彩，我怎么知道哪个是珐琅彩？万一看错了怎么办？那碗外头画着粉彩花卉，底子是松石绿釉，碗底还有乾隆棉制的清华款儿。你进去先装模作样逛2圈，等我给你信号再伸手。好，我信你金宝，明天咱一早就去。睡吧，老妹儿，养足精神。明天哥带你发大财，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后悔去吧。金宝，谢谢你。谢啥谢？哥就是你家人。老妹儿就在前头，第3排中间那个铺子，聚宝阁，咱快过去，晚了怕被人抢先。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敢来古玩城了，穿成这样就敢来捡漏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这瘪犊子，狗眼看人低。老妹儿，你别理他，等咱拿下那碗，让他后悔的抽自己大嘴巴。随便看啊，看上了再叫我。
老妹儿，右边第3个架子，从上往下数第2层那个豁了口的蓝碗就是它。哎呦，夫人您来了，快里边请。刚到一批好货，正等着您这种识货的贵人呢。有什么像样的瓷器吗？我家老爷子过70大寿，我要挑件上得了台面的。有，您看这件青花瓶，正宗景德镇出品。这个颜色倒还顺眼，拿给我看看。夫人好眼力，这件我给您包起来。等等，这碗是我先看到的。你又不买，别挡着贵客看货。哼，这破碗还豁了口，送我都嫌占地方。你想要，50块拿去好了。就是，这种便宜货也就配你。你到底买不买？不买就出去，别耽误我招待贵客。这碗我要了，300块，刚好。花300买这破碗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这幅画笔墨倒是老辣，可这题款的年份好像不太对。老妹儿，那老头要倒霉，那幅画是民国仿的，专门坑他这种半懂不懂的，标价80万呢。老先生，您再看这幅画。姑娘，你也懂字画？这位老先生，您别听他乱说，他懂什么呀？就是个买菜的家庭主妇。老先生，您看这里的题款写的是光绪12年，可这个印章的篆法却像是后刻的。姑娘说的对，这印章的篆法有问题。光绪年间的印封不是这样的，我差点就着了道。哼，老板，80万卖一幅赝品，你这店还想不想开了？老夫周正堂是个老收藏家，多亏姑娘提醒，不然老夫今天可就栽了。周先生您好，我叫沈听兰。姑娘，这碗能给我看看吗？姑娘，这碗你从哪儿得的？他刚从我这儿买的，300块，就是个破碗。300块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一个旧瓷碗啊。听这声音，清脆如玉，余音悠长。这是乾隆御制珐琅彩花卉纹碗。再看看这世事绿釉的底，这粉彩花卉的画工，这碗底的青花款式是乾隆棉制。老先生，您说这破碗是乾隆的？破碗，这种级别的珐琅彩完整器，在拍卖市场上成交价过1000万。这件虽然碗口有一道小豁口，但仍然是极为罕见的宫廷旧藏，保守估计200万起步。我不卖了，300块是我标错了，你把碗还给我。老板，我已经付过钱了，这碗现在是我的。你想反悔？古玩行讲究的就是一个信字，自己有眼无珠，活该错失宝贝。沈姑娘，好眼力呀！这种宝贝摆在她面前都认不出来，你一眼就能挑中，不简单啊！可能是我运气好吧。沈姑娘，下周3老夫在江市有一席私人拍卖会，来的都是行内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你这碗要是愿意出手，老夫可以帮你运作，起拍价至少300万，成交价破500万也不是不可能。老妹儿，这老头靠谱，咱这碗上了拍卖会，那价格指定翻几倍。那就麻烦周老了。这是邀请函，到时候你带着这碗来，我安排你压轴出场。谢谢周老信任。沈姑娘，老夫在圈内混了大半辈子，看人的眼光还是有一点的。这拍卖会就是你扬名立万的第一步。从300块到500万，金宝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老妹儿，这才刚开始呢，等拍卖会结束，咱就有本钱干更大的了。好，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拭目以待。沈女士您好，周老已经吩咐过了，这是您的席位牌，在第3排正中间。景深哥，你看那是谁？沈听兰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这种地方是你能来的？我有邀请函，是正规入场。邀请函？你哪来的邀请函？这种级别的私人拍卖会来的都是身家过亿的行业大佬，你一个刚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主妇也配出现在这里？哟，沈小姐还买了新衣服，可惜啊，再怎么穿也遮不住那一股子寒酸气。这裙子是地摊货吧？老妹儿，别理这2个损嘚瑟，一会儿有他们哭的时候。顾先生，我是来卖东西的，不是来买东西。卖东西？你卖什么？你那堆破烂，
这种拍卖会上的藏品，随便一件都上百万，你全身上下加起来，怕是连这里一杯香槟都买不。就是啊，沈小姐，别一会儿你的东西上了台，没人出价，那可就丢大人了。顾家在江氏有头有脸，幸好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不然景深哥的脸往哪搁？沈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！来，我带你去入座。周老，你认识他？这位是我前夫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辜负了沈姑娘的渣男。沈姑娘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你也配得起？走，沈姑娘，拍卖会马上开始了，你的宝贝我安排在压轴出场。压轴？就他那点破东西也能在这儿拍卖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周老被他骗了。等着看吧，他马上就会身败名裂。各位来宾，江氏私人拍卖会现在开始。今晚共有20件珍贵藏品上拍，祝各位都能拍到心仪的宝贝。第一件藏品，明代清华缠枝连纹梅瓶，起拍价80万。这瓶子看上去不错，正好买回家放书房。我出100万，120万。这瓶子我要了，120万1次，120万2次，120万3次，成交。景深哥，我看那对翡翠耳环不错，买下来配我这条裙子怎么样？喜欢就买。这对翡翠耳环我要了，45万。45万1次，45万2次，45万3次成交。恭喜这位小姐拍下翡翠耳环1对。沈小姐，你怎么一直不举手啊？该不会是没钱吧？也是，你这种刚被扫地出门的人，能坐在这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谁呀？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不认识，估计是哪家的穷亲戚混进来的吧。周老，没事。沈听兰，别硬撑了。你要是真没钱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借你10万8万的也不是不行。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也不想看你太丢人。顾先生，我说过，我今天是来卖东西的。卖东西？你知道今天来的都是什么级别的藏品吗？随便一件都上百万，你的东西，怕是对上拍的资格都没有。有没有资格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感谢各位，现在即将迎来今晚的压轴大戏。最后一件藏品由收藏界泰斗周正堂周先生亲自推荐。这件藏品出自一位年轻藏家之手，据周先生初步鉴定，来路非同小可。这件藏品，老夫以40年的收藏眼光担保，绝值得各位拭目以待。压轴，周老推荐的，可真的是？不可能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江主妇能有什么宝贝？这看了，我肯定被打脸。老妹儿，时候到了，让咱见识见识啥叫真本事。走吧，金宝，该我们上场了。这件压轴藏品是一件带有豁口的瓷碗。这是什么碗？还豁了个口？周老推荐了半天，就是一个破碗。这种破烂，我在地摊上10块钱能买3个，也敢拿来当压轴？各位，你们知道这碗是谁带来的吗？就是那位沈小姐，她花了300块从地摊上买的。沈听兰，你是疯了吗？拿一个破碗来这种级别的拍卖会丢人现眼，顾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早说过，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，只配待在家里做饭洗衣服。这不是破碗，不是破碗，那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一个豁了口的烂瓷碗值多少钱？300还是500？你这种水平也敢来鉴定宝物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这种你也敢来拍卖会，周老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怎么会给这种人担保？就是，我看他就是来博眼球的。等着看吧，一会儿鉴定结果出来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放肆！沈姑娘的藏品，岂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能看出来的？目光短浅。周老，您别被人骗了。她一个家庭主妇，连鉴宝是什么都不懂，能有什么真东西？这碗估计连300块都不值。您老人家年纪大了，眼力不济也是正常的。林小姐，东西是真是假，不是靠嘴说的。这件藏品是不是宝贝，我说了不算，但我请求请权威鉴定师进行专业鉴定。如果鉴定为假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按照拍卖会的规矩，压轴藏品确实需要请权威鉴定师长眼，那我就请出今天的最高评审，有请顶级古董鉴定泰斗莫老。莫老，居然真的是莫老，顶级的鉴定专家呀！听说他经手的物件从来没有看走眼过。
这釉色，这胎质，这画工。莫老，您别被他骗了，这明明就是一个破碗，他根本不懂鉴宝，花300块从地摊上捡来的垃圾，怎么可能是什么宝贝？让开！此碗乃乾隆御制珐琅彩花卉纹碗，东石绿釉为底，粉彩花卉层次分明，画工细腻入微，碗底青花双圈楷书款乾隆名式，比例苍劲，气韵贯通。虽然碗口有一道使用留下的豁口，但这恰恰说明它是宫廷实用器，而非后世的仿古。这种级别的珐琅彩完整器在拍卖市场上评价过千万，这件虽有损伤，但仍属极为罕见的传世珍品。莫老，那这碗值多少？保守估价300万。300万，300块买的破碗值300万！神了，这眼力，这运气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不可能，300块的破碗怎么可能值300万？景深哥，那可是300万啊！沈姑娘能从地摊上慧眼识珠，这种眼力，这种定力，老夫佩服。敢问师承何人？莫老过奖了，我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运气？哈哈哈哈！老夫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你可愿意与老夫合作？日后有拍卖会，还请你多多捧场。各位，莫老已鉴定为真品，起拍价300万，我出400万，450万，550万，你们都别跟我抢，这碗我要了。550万成交，恭喜沈女士。老妹儿，咋样？哥没骗你吧？那瘪犊子现在指定肠子都悔青了。听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保证再也不找别的女人了，我马上跟她断了，现在就断。顾景深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昨晚是怎么答应我的？顾景深，你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你当初怎么对我的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沈听兰，你得意什么？你不过就是运气好而已。真以为自己是鉴宝天才了？你连鉴宝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林若雪，你以为你在顾景深这种人眼里有什么不同吗？他能这样对我，就能这样对你，对任何你。金宝，我们有钱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金宝，金宝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金宝，我怎么听不到你的心声了？喊啥呀，老妹儿？刚才喊太嗨，累着了，歇会儿不行啊？你金哥这嗓子也是肉长的。对了，我刚又感应着了，会场后门外头还有个更大的宝贝等着咱呢。老妹儿，往左边走，第3个好筐子，我闻着味儿了，正经好东西，那味儿跟别的破铜烂铁完全不一样。哪个？就那块破布包着的，快拿起来。天皇洞10张，清代名家篆刻，这玩意儿市价最少500万，咱2500就能拿下。老板，这破石头怎么卖？筐里的东西一口价2500，随便挑，要就掏钱，不要的就别挡我收摊。老妹儿，咱这眼力，以后指定发大财。张老板，这么晚找我什么事？沈妹子，有人在圈子里到处传闲话，说你在拍卖大会上那个珐琅碗是主办方内定的，说你跟莫老认识是走了后门。谁传的？不知道源头是谁，但传的挺广，有几个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说你一个没背景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识得那种级别的宝？哪个不长眼的造的谣？老妹儿你别愁，咱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哪个长舌妇编的瞎话？老子真想咬他！老妹儿你别愁，谣言这玩意儿传不久，到时候不攻自破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也管不了别人说什么，但任由这么下去也不行，必须想个办法澄清一下。沈妹子，好多古董藏家来找我要你联系方式，想让你帮忙长眼呢。你这下可是真出名了。张老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呢。莫老今天在古玩行业协会的茶会上提了一句，说沈家丫头的眼力比他爹年轻时还准，谁再乱传造谣的话，就是打他莫老的脸。现在可是圈里的红人啊！老妹儿，你看，果然实力就是最好的证明，让那些人眼红去吧。多亏了莫老的帮忙，现在名声起来了，得有个落脚的地方，不能再让人抓住把柄，说我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了。这铺子原先是个卖瓷器的，干了3年，生意不好，盘出去了。
虽然店里破了些，但地段好。你要是想租，押1付3，按月3000。我租了。老妹儿，这店开起来，咱以后顿顿都能吃酱肘子。没错，明天咱下乡去收旧货去。打听清楚了，这户老地主的后代急着卖房还债，要价不高，咱们进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捡着宝贝。老妹儿，我闻着了，这院子里有老东西的味道，那股味儿藏得深，但是瞒不过我，这宅子指定有货。墙角有东西，是活的。哪个在吵哦？吵到本姑娘睡觉了，烦得很，能不能安静点儿？你也能跟我说话，跟我一样说人话。你听得懂说话，稀奇得很哦！我还以为这世上没人听得懂嘞，你是头一个。喂，我跟你说哈，这堵墙夹层里头藏了一罐子银元宝，是当年老地主埋的，房主自己都不晓得。你要是把这个宅子买下来，把墙拆开，那就发财了噻，那银子够你吃好几年的哦。真的？你没骗我？我骗你做啥子嘛？我在墙里头住了好几年了，里头有啥子我晓得清清楚楚。不过你买了宅子，得管我吃卤味，天天都要整，鸭头油把卤藕片一样不能少哦。沈小姐，不瞒你说，家里急等着用钱，这老宅子放着也是放着。你要是真心要，连房带院8万块拿走，我绝对不还价。这房子的木料倒是老料，拆下来能卖几个钱？就是这院子太破了，收拾起来费劲，还得花钱修缮。沈小姐，6万你拿走，我真的急等着钱用。行吧，6万，我下午叫人来办手续。老妹儿演技可以啊，明明捡了大漏，还装得跟吃了亏似的。6万买这院子，里头那罐银子少说也值20-30万。沈小姐，这个罐子埋的还挺深。我的天，这是老地主藏的私房钱吧？辛苦你们了，把这些搬上车，我额外给你们红包。今天的事儿别往外说。喂，你带我回城里噻，我晓得哪儿还有宝贝。你管我天天吃卤鸭头就巴适了，这个烂塌塌我住都住烦了，换个别个塌塌住哈。成交，以后卤鸭头管够。沈清兰那个贱人，在乡下捡了个大漏，咱们也得去，不能让他把便宜都占了。那种破地方能有什么好东西？看他们酸的，指定是去收一堆假货回来。他那双眼睛，除了看女人，看啥都不行。老板，你给看看这个，我家老爷子留下的，别人都说是民国仿的，不值钱，我不甘心，想再找人看看。不用害怕，这是店里的宠物，不咬人。这瓶子胎土是康熙年间的，只是后挂彩。底座露胎的地方是老的，釉面上的彩是后来加的。你仔细看底座，胎质发糯米白。您看这里，底座露胎的地方胎质细腻，呈糯米白，这是康熙年间的胎土特征。但这釉面的彩色则过于鲜艳，与胎土的氧化程度不匹配，应该是后挂彩。你是说，瓶身是康熙年间的老胎？对，虽然不是完整老器，但老胎本身就有价值，再加上这后挂彩的工艺也不算差，最少值个几万块，比当民国仿卖值钱多了。老板，太谢谢你了，这点心意你收下，要不是你，这瓶子我就500块卖了。春兰阁第一单开门红，老妹儿你可以啊，有模有样的。沈听兰，听说你开店了，恭喜啊！我今天特意来照顾你生意，带了个好东西让你尝尝，你可得看仔细了，别砸了自己招牌。宋代官窑碗，你不是挺无奈的吗？给我好好长一长，看错了，你这店就别开了，趁早关门大吉。嫂子，哦不对，沈老板，这碗可是景深哥花大价钱收的，你可得看仔细了。沈老板，这碗要是真的，你可得给个正经说法。要是看错了，这听兰阁的招牌，我看趁早摘了吧。老妹儿，这是高仿，底足火石红是刷上去的，拿温水一泡就掉色，你试给他看。顾先生，方便的话，这碗的底足让我验验。验就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验出什么名堂。火石红掉色了，竟然是刷上去的！好家伙，这仿制的够假的。顾先生，这碗是假的，不过我更想知道，您怀里揣着的是真品碎片吧？拿个假货来投石问路，是怕我这店不够热闹，特意给我添点乐子。顾先生，踢馆踢到铁板上了吧？故意拿着赝品来示人，结果让人家一盆水就给揭了老底儿。这顾景深也真是
非得上门找不痛快，这不纯属给自己找臊吗？你是小猫，你从哪儿来的？这么大的雨，怎么跑进来的？妮儿，谢谢恁，恁身上有好闻的宝贝味儿，俺老远就闻见了，所以才找过来了。你也能跟我说话？老妹儿，这是第3只了，咱这店里可以开动物园了，一条狗，一条蛇，一只猫，回头再来只鸟就齐活了。这个盒里头那只碎玉镯是好玉，就是碎了怪可惜嘞。俺能闻出来这是真嘞和田玉，养殖级别的。俺还能闻出来哪块玉是真嘞，哪块是假嘞。恁身上这宝贝味儿，俺隔着3条街就闻到嘞。恁只管拿玉来，没有俺走眼的事实。这是我家宠物店的猫，总往外跑，拦都拦不住。昨天夜里又跑了，我找了半天，原来是在您这儿。我看它跟你挺有缘的，它也不喜欢待在我那儿，干脆送给你了。谢谢您，我会好好照顾它的。这猫在我店里也不安生，天天往外窜，到你这儿反倒老实了，真是怪了。以后你就叫白米吧，白玉的白，米玉的米，白米中，这个名字好听，俺喜欢。听兰啊，这是我女婿从草原带回来的正经羊脂玉，花了1万多呢。你帮我卖个好价钱，卖了钱咱们3、7分。假嘞，是鹰眼染色嘞，连玉都不是。确定吗？俺敢打包票，真嘞和田玉有优质光泽，这个只有玻璃光泽，密度也不对，恁测一下就知道了。刘婶儿，我帮您测一下密度，不损坏东西就称个重。密度2.6，和田玉的密度应该在2.95到3.17之间。这是石英岩染色的，不是玉，您女婿上当了。啊？假的？我还打算卖5万块呢，这下可好，差点坑了别人。我那女婿也不靠谱，买之前也不知道找人看看。谢谢你啊，听兰。一只猫儿喽，鼻子比我还凶，恁是稀罕得很喽。我都闻不到的东西，你隔多远都闻到喽。那可不咋的，也不瞅瞅是谁家的猫。咱白米那可是神兽下凡，鼻子比那仪器都好使。切，真得跟哪个不是神兽下凡一样哦。听说沈听兰还会变玉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也懂玉。这块羊耳玉8万块，送你了，品相多好，白白净净的。景深哥，你真大方，比沈听兰强多了。老板，看看这个，周末成交有凌晨鬼市，好东西多，感兴趣可以去玩玩啊。老妹儿慢点走，这地儿鱼龙混杂，啥人都有，咱得仔细瞅着。你跟紧我，别离太远，有我在，保准没人能坑你。好玉，不对，是好瓷，润了很，那是汝窑类釉面，天青色嘞，俺绝对不会臭走眼。对，是个老物件，宋代的味儿，这味儿纯正，不是仿的。老妹儿，这盏可是个大漏。老板，这香炉看着挺旧的，怎么卖？800，这可是正经老货，收来的时候花了不少钱呢。这个呢，看着也挺旧的，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灰这么大，能洗干净吗？那个粗瓷盏收来的破烂，放了好几个月了都没人问，喜欢的话800拿走。这张我出1000。沈听兰，你也看上这茶盏了，可惜我先出手。那就让给你吧，我看着也不像真的，粗瓷而已，没什么值钱的，你想要就拿去。这盏肯定是宝贝，沈听兰看上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，他这是故意跟我玩欲擒故纵呢。我出3000，这东西我要了，不用包了，直接给我。瓜娃子，遭人当冤大猴了，还高兴的屁颠屁颠的，笑死我喽！老板，这个罐子200卖不卖？看着就是个破烂，还缺了个口，我想回去种多肉。给500拿走吧，反正也是没人要的破烂，种回去种花也行。老板，帮我看看我这宝贝能卖多少钱？顾先生，这茶盏模样虽然是宋代的，但其实是80年代的仿品，值不了几个钱。什么仿品？那我的3000块不就打水漂了？沈听兰，你又耍我！师傅，这青瓷小罐缺了个口，您看看能不能修复？沈老板，这是北宋汝窑残器，这釉面、这天青色、这开片都是上等工艺，虽然缺了口，但修好了能值80万。那就拜托您了，修好了跟我说一声。老妹儿，那瘪犊子花3000买了假货，咱500捡了个真宝贝，这买卖做的。哎，那个女人，侬带我走呀！我帮侬听人家地界，我老爱干净啊，天天要洗澡。老板，这鹦鹉怎么卖？800块，原主人欠债跑了，这鸟我帮忙处理的。
你要喜欢就拿走，反正在我这放着也是放着。吾叫红绫，听得清10几米外头的悄小话。古玩圈里谈价钱从来瞒不过吾。下堂农带吾去杀价，包农我吃亏。老板，看看这个清代木雕观音，2万的货，今天便宜给你18000，诚心要还可以商量。OS， 伊刚刚的伙计讲8千块就好卖脱，还讲啥2万，骗人伐？8500，不卖我走了。这雕工一般，值不了那么多。行，8500，你这眼光够毒的，一口价就砍到骨头里了。老妹儿，这鹦鹉真尿性，刚买来就帮咱省钱了，这买卖做的值。哎呀，那地里居然有树，那条青树是啥地方来啊？吓死我了！我最怕这种滑溜溜的东西了。啥个鬼地方？难道还有蛇个啦？我最怕这种滑溜溜的东西了，离我远一点！你怕啥子怕嘛？我又不得咬你，你这身红毛看到才吓人嘞，叽叽喳喳的吵死个人哦！别怕嘞，小青不咬人，他找宝贝可厉害嘞，钻墙缝一绝，恁以后准稀罕他。行了，都别吵吵了，咱4个能搁一块儿那叫缘分。以后听兰阁就是咱的家，找宝贝换好吃的，谁也不准整事儿。谁要是窝里斗，老子第一个不饶他。以后咱们好好干，顿顿都有好吃的。你们想吃什么，我都给你们买。那必须的，咱争取下个月就整他个大冰箱，专门放酱肘子。老妹儿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几个在，听浪阁指定是古玩街最火的店。以后金宝总揽全局，变通杂物，百米专管玉石翡翠，红绫负责听消息探低价，小青负责钻缝隙找藏货，咱们各司其职。沈小姐您好，我是莫老的助理，莫老让我给您送个信，下个月有个省内藏家交流会，莫老给您留了名额，这是请帖，他说了您一定要去。好的，麻烦替我感谢莫老，我一定会去的。沈老板，年轻人有魄力啊，这才多久就扩店了？这条街上扩店这么快的，你是头一个。承蒙街坊们照料，生意还行。沈老板年轻有为，以后咱们多多照应。你这店开得风风火火的，咱们可都羡慕呢。沈老板，听说你那条金毛犬会找宝贝，能不能借我也用用？我那店里最近收了几件拿不准的东西。想得美，老子可是独家签约的，不对外服务。哟，这不是顾老板吗？怎么又来送钱啊？上次的宋代官窑碗泡的怎么样了？水红不红啊？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，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不好啦！我听到你刚刚上了一个交流会，顾明远阿七就是那个顾景生的叔叔。我听伊拉聊天讲啊，讲要把侬好看。姑娘，我看你这儿带了这么多小家伙，又是猫又是狗的，挺热闹啊。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因为出远门才带着了。老先生您放心，他们都很乖的，就是我瞧着你手里的印章有些年头。就这点念想。我这次去省城是参加古玩交流会的，顺便带了几件藏品，想找真正懂行的人瞧瞧。老头子手里的铜印一般般，倒是箱子底塞着那块小玉坠有点意思。老妹儿，你给瞅瞅。老先生，我对鉴宝也略懂一二，不知能否看看您的藏品？哦，小姑娘也懂这个，那感情好，你帮我瞧瞧这个。哎呀，这玉坠得劲的很，汉代的老古董，正经的和田白玉嘞。老先生，这枚玉坠不简单，这是汉代的田田玉，器型是双面雕琢的古文币，虽然受了沁，但玉质底子极好。神了，姑娘，你连放大镜都没用就一眼看准了，这东西是我家祖传的，隔壁街古董店的老王非说是现代仿的。这是真品，价值至少在10万以上，您可千万要收好了。哎呀，真是不显山不漏水，姑娘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眼力。老朽齐云山，这是我的名片，等交流会结束，你一定要来我老宅坐坐，我那儿还有不少旧箱子没开呢。齐老您好，我叫沈听兰，等到了省城，晚辈一定登门拜访。哟，这不是沈听兰吗？你爹都走了，沈家也破产了，你居然还敢来省城的交流会？按辈分我尊您一声顾叔叔，但沈家的名声还轮不到你来评判。我今天来是代表我自己的听兰阁鉴宝店参会的。贤侄女别生气，你和景深虽然离婚了，但曾经也是一家，你嘛。既然你开了店，等会儿的鉴赏局，我一定好好关照关照你。呸！搿老次佬迷上小戏，心里在骂侬是个乡下黄脸婆呢。他想在武武的脚上捉弄侬，捉戏哦。那就多谢顾叔叔了。金宝，我们走。各位，这位就是当年沈氏集团董事长的掌上明珠沈听兰。他最近在江市开了家鉴宝店，眼力高超的很呐。听兰啊，这里有3件器物，都是我刚收来的，
莫老今天也在，你来给大伙长长眼，也让大家见识一下沈家的家学渊源。既然顾老板有心考教，那我便斗胆一试。青兰，这3件器物若是看准了，名利双收；若是看走眼了，那你那家小店也就不用开下去了，请吧。老妹儿，第一件这破铜镜子味儿纯不对，什么汉代双龙镜，就是晚唐高仿汉朝的铜料，水土味太新，纯属糊弄洋鬼子。第一件铜镜纹饰虽然是汉代双龙，但铜制成青红色，且版型略显厚重。这是晚唐时期的仿汉器，虽然也是老物件，但绝非汉代真品。这第二件玉牌牌，阿料冒充资料，假得很。那皮色是人工用染料烤上去嘞。这件玉牌玉质虽然白，但缺乏和田籽料的温润油脂感，侧面的红褐色皮色分布过于均匀，没有渐变过度。这是俄料经过人工染色，滚筒留下了假皮。这是一件现代仿籽料的工艺品。哎呦，搿小瓶子，侬听听搿声音，闷得像塑料，太过太松了，现代高仿材料，老粗糙了呀。第3件天青釉瓶，刚才我轻敲瓶身，声音沉闷，说明胎土未经岁月自然老化，密度不够。底款的青花发发色漂浮，没有融入胎骨，这是景德镇现代高仿的新瓷，做旧痕迹明显。好，条理清晰，依据充分，眼光毒辣，沈家后继有人呐！沈姑娘，老朽没看错人。今晚请务必跟我去一趟城郊老宅，那里有一批尘封了几10年的旧箱子，等你去开。沈姑娘，这些都是我父亲当年战乱的时候收上来的，放了50多年了，你帮我瞅瞅有没有能留的。齐老您言重了，既然您信得过我，我一定帮您好好看。妮儿，恁瞅瞅左边那箱子底下有个青花盘子，虽说豁了个口，但那是明宣妥的真家伙，值钱嘞。姐姐，搞快点过来，这堵粗箱底下有明堂哦，有个暗格，里面埋了木头箱子，里头肯定是好东西。齐老，这块地板下面好像是空心的，咱们撬开看看。空心的，我在这住了几10年都不知道，快拿撬棍来！这是田黄，我爹当年最喜欢的田黄印章，我以为早就丢了。齐老，这是一整套清代早期御制的田黄石印章，石质温润，罗波纹清晰可见。这几幅字画也是清代名家的真迹。这一箱东西，保守估计价值在500万以上。沈姑娘，你不仅是帮我鉴宝，你这是帮我找回了家传的念想啊！这30万你必须收下。妮儿，恁甭光看印章啊，这木盒子里装的东西才美嘞，冰亮冰亮的，里面有铝，大铝，快拿下它！齐老，我这猫淘气，似乎挺喜欢您这用来垫底的旧木盒。一个破木盒里面就放了一块20年前人家抵债给我的破石头，一直搁这垫桌角呢。沈姑家要是喜欢，直接拿去玩。妮儿，你赚大发了，这料子皮可牢，沙里细，里头绿莹莹的，绝对是老窠冰中飘绿花，真不赖。那晚辈就收下了。齐老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带小家伙们回去了。这料子皮壳连个松花都没有，纯属砖头料，能切出绿来，我把切片机吃了。涨了，大涨啊！这是正经的老坑冰种飘扬绿，起步能出3只正拳手镯。这位女士，我是省城盛世珠宝的赵德高，您这块料子我出120万，您看能现在转让给我吗？赵总爽快，成交，加上齐老给的30万，又进账150万。今天去给小家伙们买最顶级的进口肉罐头卤酱肘子和鲜虾。哎呀妈呀，跟着我老妹儿混，这小日子是真美滋滋，顿顿有肉，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。沈小姐您好，我是梁教授的秘书陈明。梁教授手里有一批祖上传下来的古籍字画，想请您上门长长眼。古籍字画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。沈姑娘，听说你鉴宝眼力极佳，这幅《秋山问道图》，我研究了3年，一直拿不准。这玩意儿花里胡哨的，俺一星半点味儿都闻不出来呀，完犊子了！阿伯日日夜夜對住這畫練到了3年，我耳仔都聽到起緊，鼻眼都能聞得出現代墨水味。呢幅畫係假㗎啦，不力圓綿綿，款個印章字形都唔對，根本係現代仿造。梁老，這幅比例缺乏宋畫的剛勁，且這枚宣和電寶的印章，字體邊緣過於圓滑，這是清代乾隆期間的仿作。还真是，印章边缘确实不合规矩。沈姑娘，你连这都能一眼看穿，真是神人。这是我那小孙子养的小草龟，但是他下周要出国，这只小草龟母忍季故，我正愁找不到好人家。
小妹，你只要日日管我一餐慳蝦，我就幫你睇晒天下所有字畫，畫得來咩？梁老，如果您放心的话，这只乌龟不如就让我带回去养吧，我店里正好缺个伴。有了玄宝的加入，听兰根就补上了字画古籍这块短板，以后业务范围更全了。呢個蝦好生猛，夠晒味道。以後睇字畫嘅事包喺我身上。小烏龜兒，你爬得那麼慢嗦嗦的，要是找壞人搶寶貝，你怕是跑都跑不脫哦。急咩啊？睇古籍字畫最緊要係細心，心急食唔到熱豆腐。好了好了，新来的算侬识相，以后侬就是我们的小五啦。沈老板，这是我们顾明远顾总亲自写下的请帖，明晚在顾家庄园有一场私人藏家宴。还请沈老板务必赏光。这帮孙子一瞅就没别有好癖，肯定是上回在交流会上丢面了，想着报复你。老妹儿，明晚哥陪你去，谁敢整景，哥赏他大嘴巴子。转告顾老板，明晚我一定准时赴宴。各位，就是最近在古玩街声名鹊起的听兰阁老板沈听兰。今天趁着雅兴，我特意带了一幅唐寅的真迹，大家一起来玩个雅局。沈老板，咱们今晚玩个小赌局，看看谁能说清这话的真伪语依据。输的人现场捐款10万，你可敢一试？顾老板既然有雅兴，那晚辈就献丑了。呢幅畫一睇就知係流嘢啦，明代後期九繁嘅，題布字字軟弱無力，宣和寶印個邊緣太整齊，明顯係後人用刀刻意做舊。这幅仕女图并非唐寅真迹，而是明代后期吴门画派后人的精美仿作。口说无凭，证据。你说这幅画是假的，证据呢？唐寅落款习惯用无菌唐寅，比例显见，而这幅画题背字迹略显圆润。最致命的是右下角这枚印章，烟蓝粗细均匀，这是明代末期艳丽的特征。顾老板，沈姑娘说的没错，这确实是一幅明代末期的精品仿作。好一个沈听兰，这10万。我捐！哼，我还以为给我准备了多大的惊喜呢，原来就这，真没意思。宣宝，我们回家。本姑娘留步，老朽陆国强，曾与你父亲是至交。我手里有一件父亲当年流落出来的旧藏，不知你可有兴趣？这是我父亲当年书房里最爱用的那支清康熙笔垫。这支笔箱是我父亲的东西，父亲去世后很多古董都不见了，我还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当年沈家破产，这东西辗转流转到我手里。既然你现在开了听兰阁，这东西也该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您，陆老，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。当年沈家破产，爸爸流落在外的东西，我一定会一件一件全部找回来。沈听兰在找他老爹当年的旧藏，哼，他想重振沈家，简直是做梦！去告诉古玩街上所有人，但凡发现沈家的旧物，不惜一切代价加价给我抢过来，一件都不许给他留。是。沈老板，开门做生意讲究个利字。博古架上那只清华笔劲，我老板出双倍价格，100万，卖不卖？这是我父亲的遗物，多少钱都不卖。送客。沈听兰，在江氏跟顾家作对，你拿得回一件，拿不回第二件，咱们走着瞧。顾家已经盯上我了，但父亲留下的旧物绝对不能落入顾家手中。老妹儿放心，我这狗鼻子灵，凡是铜器铁器，我大老远就能闻出来。俺也中，玉石玛瑙啥的，只要有亮光，俺一眼就能瞅见，绝对不让顾家抢走。古籍字画包喺我身上。爆料啦！爆料啦！我刚刚在古玩街的大烟囱上听见2个古董商讲，下礼拜旧货仓库拍卖会，里面有一件沈董事长的玉笔架。玉笔架，那是父亲当年最喜欢的文房件。红绫干得漂亮，下周我们去拍卖会。下一件拍品。清代和田碧玉五指山笔夹，底价10万，每次加价不少于1万。11万，20万，21万，50万。沈老板，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。这玉笔匠是假的，别跟了，撤。顾总刚才在后面说话，难道这笔状是西贝货？51万，51万1次，51万2次，51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沈小姐。对，
刚刚是那只鹦鹉在说话。该死的鸟，竟然坏我好事！听了啊，下个月全国民间鉴宝大赛在京城举行，你有没有兴趣代表江市去京城参赛？莫老，我报名，名次是次要，我想出去见见世面，也让更多人知道沈家的鉴宝本事没丢。今天店里提前打烊，我给大家做顿大餐，咱们提前庆功。老妹儿，这酱牛肉忒过瘾了，等咱们去京城拿了大奖，是不是能天天整这个？当然，等我这次回来，咱们就换个带大院子的别墅，让你们天天在院子里撒欢吃大餐。要得要得，我要在院子里挖个大水池，天天泡澡。大院子好啊，晒太阳够舒坦。沈听兰，你害我顾家丢尽颜面，居然还想去参加全国大赛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如愿。沈听兰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这一组的5件赝品是全场难度最高的，10项的现在退赛，免得给你那破产的沈家丢脸。顾评委多虑了，请接宝。开始吧，看不出来，可别说我欺负你。老妹儿，这铜杯子是电毒上色的，一股子硫酸味儿，纯纯的现代工业高仿。哎呀，这个脑壳有包的糟老头子，这块翡翠底下钻了针尖大的眼儿，里面灌了绿胶，或别个外行还可以，胡老娘差得远。这块玉佩木妞一点温润气儿，是用酸泡过的料子，俺一闻都觉得辣眼睛，假的透透的。哎呦啊，声音闷得来，底足是用老瓷接上去的，典型的接底高仿。呢幅畫仲搞笑，紙張係用茶水做舊嘅，落款印章係晚清仿前籌嘅，假到冇朋友。你连铜爵杯的电毒工艺、翡翠的灌胶深度都写出来了，这不可能！你一定提前买通了人，你作弊！顾常委，全场几十台摄像机盯着，赝品也是你亲自指派的。你要是怀疑，大可当着大家的面切开翡翠，看看里面有没有绿色化学胶。第一轮初赛，1号台沈听兰全部答对，晋级复赛。承让了，顾评委，咱们临时复赛见。沈听兰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顾景深，你幼不幼稚啊？连正面放狠话都不敢，只会搞这些偷偷摸摸的小把戏。我当初到底是怎么看上你这种窝囊废的？听兰，这么多年没见，越来越漂亮了，长得跟老沈可真像啊。钱叔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是这次全国大赛的监事会主席。你的听兰阁名气可不小啊，想当年我跟你爸一起创业的时候，也是从一间小店慢慢做起来的。这次你放手去比，有钱叔在，没人能对你使绊子。谢谢钱叔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复赛考核，盲鉴，选手必须用丝带蒙上双眼，仅凭触觉和嗅觉，在1分钟内鉴别箱内古玩，并写出全部信息。老妹儿，这味儿我熟，一股子埋在土里上千年的干坑土腥味儿，绝对是秦汉时期的老物件。妮儿，里面那东西是上等的和平青玉，你摸到的纹路是不是中间有一道凹槽，两侧呈凹凸不平的云雷纹？这是典型的汉代玉佩不绝的云纹雕工。哎呦啊，捉贼啦！有人来后头搞小动作，他要拿现代仿古玉调包。死鸟，滚开！这位工作人员，考试期间你手里拿着一块假玉往我的箱子后面凑，是想干什么？说，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知不知道这是全国级别的比赛？你这是严重违规行为，是在自毁前程。周监署，我说是江市赛区的评委顾明远，他私下给我卡里转了10万块钱，让我把沈听南的赝品换成地摊上的高仿，让他直接被淘汰。好一个顾明远，竟敢把黑手伸到我这儿来！你现在就跟我去组委会作证，我倒要看看他顾家有多大的胆子，能遮得住这鉴宝界的公理。由于在全国鉴宝大赛中涉嫌严重舞弊与不正当竞争，大赛组委会已正式取消顾明远评委资格，并在全行业通报批评，撤销其大师称号。沈听南，你这个小杂种，竟然联手钱正德报复我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！沈女士，恭喜您以复赛第1的成绩晋级全国总决赛。现在网友都叫您带宠物参赛的鉴宝天才，说您是沈家后人重振家风，您怎么看？天才谈不上，不过我父亲当年的沈氏鉴宝之名，我绝不会让他蒙尘。至于我的伙伴金宝，
他确实是我的福星。哎呀妈呀，这记者真会唠嗑，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晚上高低得整2个大肘子。您好，我是听兰阁店员孙小桃，这是您的鉴定预约单，请收好。我们沈掌柜正在备赛，鉴定古董需要排队哦，还请您见谅。小桃，今天辛苦你了，店里生意突然火爆，多亏你和阿强过来帮忙照顾。沈姐，要不是您收留，我现在还在人才市场碰壁呢。您放心，店里的杂事儿交给我们，您安心准备总决赛。妮儿，店里生意好，给俺加2个小鱼干中不中？俺想吃那个进口的深海鳕鱼干。莫老，我这次来是想跟您紧急拜个师，距离决赛还有1周，我想再向您学习一些系统的专业知识，还希望莫老能暂时收下我这个徒弟。当年你父亲就是在京城大赛上被小人所害，才栽了跟头，这事儿我都有所耳闻。你是个好苗子，我不希望你重蹈覆辙。你这个徒弟，我收了。谢谢莫老，我一定在决赛上好好表现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一个江氏来的地方丫头，带只土不拉几的狗，还敢来参加全国比赛，真当京城是他家院子？你才土不拉几，你全家都土不拉几！我可是风流倜傥、一笑回眸、迷倒万千养宠人的暖男金毛犬，孩子狗懂不？没品位。全国民间间鉴宝大赛总决赛第1轮铜器鉴定，计时5分钟，现在开始。老妹儿，这铜锈味道纯正，带点地底下的甘梅味儿，是商代晚期的真家伙，错不了。商代晚期兽面纹双耳顶，真品，出土于河南安阳，器表绿锈分布自然，带有典型的干坑红斑绿漆骨。小姑娘有点意思。第1轮淘汰15人，现在进行第2轮玉器鉴定。妮儿，这块玉温润了很，气场极正。不过这瓶子的底儿是后来人工磨平嘞，玉是真玉，瓶子改过款，下面那款是新刻上去嘞。此物为草原和田羊脂白玉，料子是乾隆朝的老料，但底足有后期改款痕迹，属于真料改假款。底部年号为晚清民国时期伪作。淘汰赛第3轮字画鉴定，仅留最后3人晋级巅峰决赛。玄宝，这个让我自己来吧，我不能总依靠你们。小妹，你成长了哦。此画并非北宋范坤原作，却是由明代浙派大家蓝砚所仿，比例嚼劲，宣纸包浆自然，印章为蓝砚本印，乃是明代艺术精品。恭喜沈听南女士成功闯入前3，接下来将进行最终的3强巅峰加赛。加赛考题为综合鉴宝，3件器物为一套组合，选手必须在2分钟内同时辨别3件器物的真伪、年代，并说出详细出处。哎呀，急死老娘了！这铜臼是用强酸塑成的，里头那层金丝丝，激光打得贼亮，假的抠脚。这玉摸着倒像那么回事，可里面的化学药水味也忒大了，是拿现代俄料用火烧再用油浸出来的假皮子，也是个西贝货。小妹，这侧扁系真的，这系清代4王之一王元祁的真迹，纸墨相合，错长老蜡，错不了。第1件汉代铜错金带高钩，金错层浮于表面，无深入胎骨的铜化特征，为现代激光电读高仿。第2件宋代和田玉童子，看似包浆浑厚，实则为现代俄料，经由化学药水火烧浸油而成，红沁无渐变，高仿。第3件清代4王山水测验，纸张为清代康熙朝贡宣，墨色入骨，用笔干湿浓淡相间，比例老辣，确为王元渠真迹，变为分毫不差，出处精准无误，满分。我宣布，本届全国民间鉴宝大赛的总冠军是沈听兰。恭喜沈听兰女士荣获本届全国民间鉴宝大赛总冠军，并获得民间鉴宝大师荣誉称号和100万元的奖金支票。哎呦我去，老妹儿你可太出息了，100万呢！回去高低得给哥挣1箱最贵的大鼓棒子，太得劲儿了。沈小姐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次大赛的主评委林怀远，也是你父亲当年在京城的合作伙伴。林老先生您好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当年沈家出事后流失海外的那批古董，如今有大半都在我的海外私人藏馆里。沈小姐有没有兴趣跟我谈笔生意，把他们带回？老妹儿啊，那人要2000万呢，咱听兰阁账上流动资金就剩800万了，这窟窿眼子有点大呀，咱上哪儿整这老些钱去？妮儿，你真要把这些宝贝疙瘩都卖了呀？这可都是咱好不容易捡漏盘回来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只要能把我爸的笔记和旧藏赢回来，卖掉这些也值得。老吴，我手里有几件明清的老物件，急需出手，你带资金过来，
价格都好商量。顾总，打听清楚了，沈听兰把店里的存货全低价清了，硬是凑了1000多万，把沈建国当年的铜鼎和翡翠观音收了回去。这死丫头名声越来越大，绝不能让她在江氏站稳脚跟儿。顾总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去找鬼手章做一批搞仿玉器，落款全部打上沈家的私人藏匿。我要让沈家的名声彻底烂在泥潭里。大家伙快来看看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全国鉴宝冠军开的店，竟然卖假货骗人！这位先生，您别血口喷人，我们听兰阁卖出去的东西都是有底单和发票的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这上面刻着沈家的私印，我花50万买的，结果找人看是新玉做旧的假货，让沈听兰滚出来退钱。妮儿，这个印记是假的，恁爸当年使了印泥是特制朱砂，颜色瞅着可内敛。这块玉上的印记，字儿虽然像，但笔锋死板，一瞧就知道是电脑刻字机刻出来的。这位先生，你说这玉是在我店里买的，请问发票和底单在哪儿？发票丢了，但印章就在这儿。沈家的私印，全行谁不认识？你们沈家当年就是卖假货起家的。我今天来是为你夺得大赛冠军道贺的，没想到店里这么热闹呢。莫老，您来的正好，还得麻烦您来做个公证。既然这位先生说印章是真的，那我不就当众做个对比？这是我父亲生前最常用的白玉真印和印泥，我们现场一看便知。胡闹！真印章的沈字最后一笔有微小的缺口，而你这块玉上的字圆滑无比，明显是现代机器仿刻。这块玉根本不是我们听兰阁的，你口口声声说是从我这儿买的，却连发票都没有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来败坏我听兰阁名声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商业恶意竞争，造假诬陷，今天你不说清楚，就别想走出这条古玩街。沈老板，我错了，是顾氏集团的顾明远，他给了我10万块钱现金，让我拿这块假玉来砸你的招牌。你看，这是顾明远助理昨天给我卡里打的预付款，我就是一时被钱迷了心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呦喂，真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瘪三，10万块就想砸我们听兰阁的招牌，作死哦，自作自受呀！说，那些客户听说你用假印章陷害沈听兰，现在全来要求退货退款，我们的资金链断了，拍卖行已经被查封了，顾氏集团要破产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顾氏集团，竟然要栽在沈家丫头手里了。江氏是待不下去，让助理给我买机票吧。叔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我怎么办？还不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？当初你要是不跟他离婚，能有现在这档子事儿吗？还想让我给你擦屁股？滚！沈听郎，一定要把我们顾家逼上绝路吗？顾景深，不是我逼你，是你们自食恶果。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，别再来招惹我，否则下场只会比这更惨。啥玩意儿啊！当你金戈三步，信不信我咬你个裤衩子都不剩？哎呀妈呀，这新房子真亮堂，大垫子软乎乎的，忒得劲儿了。晒着太阳滚2圈，再睡个回笼觉，爽爽爽。这深海小鱼干真香，妮儿能对俺们也太好了，奶要一辈子跟着嫩。白米你慢点吃，小鱼干管够。钱叔，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？听兰啊，有个好消息，古玩收藏协会最近征集到了一批海外回流的古董，都是早年流散出去的老物品，涵盖瓷器、书画好几类，准备放进古董收藏馆当重点馆藏。回流古董，这是好事啊，能让流散的老物品回家，太有意义了。协会对这批藏品特别重视，想请几位民间的顶级专家去帮着把关，做一次联合鉴定。我第一个就推荐了你，怎么样？有兴趣吗？没问题，钱叔，我明天就带金宝过去。沈女士，久仰大名，这次的回流古董涉及金额巨大，全靠你们这些专家给把关了。张会长放心，我会尽全力的。老妹儿，这宣德炉底下的款机是用化学试剂捕食出来的，这铜味不对，凭哥的判断，这是现代工业铜，是高仿。这宣德炉底下的款制不对，是现代高仿。丫頭，呢幅畫嘅紙張用嘅係日本回流嘅造舊用紙，落盤雖然係正版條，但係不力葡造，係萬清時期嘅高仿，不質大錢。我知道了，这幅画的纸张使用了做有工艺，是明清高仿，也不值什么大钱。
哈哈哈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青鸾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青鸾，你别让他咬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顾景深，我不是说过了，别再来招惹我。你又想干嘛？青鸾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林若雪那个贱人蛊惑我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顾家的拍卖行彻底倒了，我也付出了代价。听兰，你现在名声这么大，你开新店当顾问，身边不能没有个懂行的帮手帮衬啊。帮衬？我用得着你帮衬吗？听兰，我们复婚吧，我可以在听兰阁帮你打杂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我保证好好对你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顾景深，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。你要是再来骚扰我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听兰，你听我解释。滚！谢谢你们，有你们在，这个家才算完整。这是什么？金宝说他是金麒麟转世，难道百米、小七和玄宝也是上古神兽？我在瞎说什么？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出现幻觉了吧？金宝、小青，开饭啦！今天给大家吃大餐。哎呀妈呀，真香！这大骨头也忒带劲了。哇，今天的鱼干是深海的，妮儿嫩真好。老先生您好，听兰阁今日休业一天，您要是想鉴定古玩或者买东西，可以明天过来。小姑娘，贫道不看凡物，贫道今日来只为看缘分。老妹儿小心，这老头身上有一股子怪怪的檀香味，别是来抢东西的吧？哈哈哈哈！小姑娘，你这店里当真是卧虎藏龙，福泽深厚啊！老先生，听兰愚钝，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姑娘何必装作不知？你身边的这几位可不是寻常的林间野兽。姑娘好福气，你这几只小宠物可都是下凡历劫的祥瑞神兽啊！老先生，他们都是神兽。麒麟、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他们因你沈家的功德而聚，此番下凡是为了助你脱离苦海，重振家乡，这也是他们要立的尘缘。看来那天晚上不是我的幻觉，我看到的是真的神兽。那等尘缘了了呢？他们是不是要离开我？神兽终归要回位，等你的日子安顿，心愿了结，便是他们功德圆满、白日飞升归位之日。姑娘不必感伤，尘缘未尽，天道有情。只要他们还在一天，我就会用最好的东西养着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受半点委屈。好一个重情重义的沈家丫头！金麒麟，看来你们这趟休假体验不错啊。老妹儿想啥呢？那老道士满嘴顺口溜，咱不理他。走，跟哥去后院扔球玩去。好，玩球去。今天晚上给你们做海鲜大餐。小家伙们，江氏顾家破产的舆论风波还没过去，咱们正好放个大假，出去旅旅游。哎呀妈呀，天天坐车看风景，可把哥美坏了。老妹儿，一会儿下车高低整顿烤肉啊，哥要吃10串大腰子。妮儿，快停下！这墙根底下有宝贝，那玉石气儿冲得很，冰凉冰凉的，绝对是好东西。百米，慢点，小心受伤。这里面真的埋了东西。姐姐，这墙根底下埋到有一层厚石板，石板下面藏了涂的搓搓黑的木盒，里头亮晶晶的，是一块大玉璧哦。姑娘，你找谁？我们这老宅子好久没住人了。大哥您好，我是江氏听兰阁的沈听兰，也是一名古玩研究员。我的猫刚才在您家院墙根下发现了一点异常，不知道您家祖上是不是在这里遗留过什么旧物品？沈听兰，哎呀，你就是电视上那个全国鉴宝冠军。这房子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，没听说过藏了啥宝贝啊。我的天，祖宗显灵，真有宝贝啊！大哥，这是战国时期的古文青玉璧，虽然有轻微沁色，但玉质极好。如果您愿意出手，我按照市场公道价出80万现金收购，您看如何？愿意，太愿意了，沈大师，您真是我们家的大贵人。姐姐，这墙角底下的土瓷已经空完了，
刚才老哥一铁锹下去，里头的梁桩跟到起都在晃。这宅子的地基明显在往下头沉，要是碰到落暴雨，这面墙肯定要垮，老哥一大家子就要遭殃了哦。大哥，这玉我收了，不过我也得提醒你，你家这面院墙的地基已经下沉，里面梁桩也有些倾斜。你拿了这笔钱，最好赶紧请人把地基重新加固，否则有塌房的危险。哎呀，沈姑娘，你真是个大好人，我明天就找工匠来修。咋出去玩也这么累呢？感觉我都瘦了2斤了。老妹儿，我今晚可得整点大骨头啃啃。没问题，今天给你们加餐。姐，你们休假回来了，快看！古玩行业协会和全国民间藏家联盟联合评选，你高票当选年度古玩行业杰出贡献人物。下面有请年度行业杰出贡献人物沈听兰女士发表致辞。沈听兰能有今天，首先要感谢我的父亲，是他的言传身教，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见宝先见人，也很感谢一路走来各位前辈的信任和支持。但今天我最想感谢的是在我最艰难、最落魄的时候，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几位家人。没有他们，就没有今天的听兰阁，更没有现在的我。谢谢你们，我的伙伴们。哎呀妈呀，老妹儿这小嗑唠的，整的哥们儿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以前在天上的财神殿哪有这待遇？今晚回去高低得加俩酱肘子。妮儿真好，俺都想赖在听兰殿不走了。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安靜？是不是有什麼話要對我說？小妹，我哋下凡嘅任務就係護住你渡過人生嘅坎坷。如今你事業已成，我哋嘅凡間塵緣也差不多完結了。你們這就要走了嗎？老妹兒，你可別哭啊，咱又不是不回來了，以後在天上想你了，高低得請假下來瞅瞅你。是呀，妮兒，再說我們神魂歸位了，凡間的身子還擱這兒呢。就是以後不會說人話了，但俺們還是會天天陪着恁嘞。哎呦，以後不能被你八卦了，我可不要想俺了，想得哭屁呀！哭啥子嘛？以後你在人間照樣是威風八面的聽蘭閣女掌櫃。好，我不哭。今晚大家都好好睡一覺，明天一早我給你們做一頓最好吃的大餐送行。謝謝你們這一路的陪伴。老妹兒，以後自己多保重，我會想你和你的大肘子的。俺還沒過夠這快活日子嘞，又要回去幹活了，妮兒俺捨不得恁。搞這麼煽情爪子嘛，老娘眼淚都要遭不住嘍！我的進口堅果，我的美麗小窩。小妹多多保重，後會有期了。再見，能遇到你們我很開心，後會有期。金寶，你們教會了我很多東西，以後換我來守護你們。沈掌櫃，聽說您這兒鑑寶最公道，這是我婆婆傳下來的物件，家裡最近急用錢看病，想請您給瞧瞧。大姐，這是清代中期的百家寶打制銀鎖。您看這上面的長命富貴4個字是手工錾刻的，錾工極其規整，且邊緣包漿瑩潤，是開門老的老物件，能值個2萬塊。真的啊，謝謝沈掌櫃，您真是不愧是大師，一眼就看準了。您看這處游絲毛雕的紋路，細如髮絲，卻力道均勻，是漢代玉器的典型工藝。雖說玉身有殘，但玉質是頂好的和田羊脂，幾百年的包光浸進去，氣韻一點沒散。漢羊脂玉殘配，游絲毛雕，客戶意象3級，記牢了，記牢了，我以後也要成為像沈姐這樣的鑑寶大師。小桃，去把3號櫃那枚銅坑口的玉矛取來，給先生做個參照。好嘞，姐，馬上來。趙小燕，你懂什麼？這是咱爸留下的康熙官窯，最少值幾十萬，我賣了給兒子買房，天經地義。什麼光窯？爸還在的時候就說過這東西不對勁。趙建國，你想錢想瘋了吧？沈老闆，你給評評理，這是我爹傳下來的康熙青花棒槌瓶，我妹非說是假的，你給鑑定鑑定，到底值多少錢？沈老闆，你給仔細看看，
我爸临走前说过，家里这瓶子是他年轻时收的，也没找过专业的鉴定过，心里一直没底。要是假的，我们就留着当个念想，不卖了。姐，这清华发色看着挺正的啊，墨分五链，跟书上写的康熙的特征一样，应该是真的吧？你仔细看这里，釉色有一道细微的分界线，摸上去手感也不一样。这是老胎接底，瓶身是光绪年间仿康熙的，底足是后来找的康熙真品底接上去的。接底？不可能吧？我之前找好几个人看过，都说是康熙的。你们看，这里因为是后接的，做旧的包浆遇水就会发淡，而且接胎处的气泡分布不均匀，和原生胎完全不同。瓶身的青花虽然仿得像，但康熙朝的翠毛蓝更透亮，这个还是偏灰。瓶身确实是光绪老瓷，只是底足是后接的，冒充完整康熙官壶。完整康熙棒槌瓶能值大几十万，但这件市场价大概在3万左右。我就说不对劲儿吧，哥，你都听见了，这瓶子不是啥宝贝，咱留着吧，好歹是爸留下的。沈姐，原来还有这种套路啊，老底接老深，稍不注意就打眼了。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古玩行里手段多着呢，多见过几次，下次就有经验了。姐，你好厉害，跟着你能学好多东西，以后我也想成为鉴宝大师。这是之前下乡收的那批旧字画里的，当时忙着比赛，没来得及细看，今天正好打开瞧瞧。沈姐，这是沈伯父的旧藏？没错，是我父亲当年收藏的明代浙派的山水画，沈家破产后流散出去，没想到兜兜转转又回到我手里了。收起来吧，我带回家挂书房里。爸，您看，我把听兰阁开起来了，沈家的名声也没丢，您的东西我也会一件一件找回来的。来吃饭喽！今年是咱们在新家过的第1个年，大家伙吃好喝好。这半年来，虽然我听不到你们说话了，但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。谢谢你们，让我拥有了现在这么安稳、这么幸福的生活。祝我们以后越来越好！新年快乐，我的小金麒麟！老妹儿，过年好啊！哥几个跟你保证，以后年年都陪你吃大肉饺子。金宝，你回来了。好，以后我们年年都一起吃饺子，永远都不分开。